在20世纪初，一件震惊世界的海难故事——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深深地给人们上了一课。这也是史上最严重的船难之一。在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与一座冰山相撞，造成右舷船首之船中部破裂，随后冰水一涌而进，泰坦尼克号船体断裂成2截，随后沉入大西洋3700米处。此次遇难共有2224名船员及乘客，其中1517人丧生，仅700多人生还。其船体残骸直到1985年才被人再度发现。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庞大、内部设施最豪华，在20世纪初建造的一艘巨型游轮，而且还号称永不沉没。不过可惜它还是沉没了。它由1万多名工作人员建造而成，耗时3年，花费将近150万英镑左右。而当时英镑会比现在的英镑更加值钱，如果按照现在算的话，差不多在10个亿左右。据资料显示，当时在格陵兰岛附近分裂出的一块冰山漂洋过海，而且保持了相当大的体型，和泰坦尼克号偶然相遇。在科学家们看来，虽然不属于特殊自然现象，但也极为少见。而就在泰坦尼克号出行的第4天，监视前方的船员突然发现前方有块巨大固体。当船员仔细观察后，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原来是座冰山。这时候船长下达了紧急指令，告诉船员减速，然后左满舵，试图避开冰山。但是由于距离太近，不管怎么操作，这场意外基本上是避免不了了。由于向左打轮，船身已经横过来了，再加上速度过快，咔的一下就和冰山撞到了一块，船的侧身破裂，随后冰水一涌而进。由于重力和破损严重，船身断成了2截，随后便双双沉入了海底。不过这只是单方面原因，还有就是在泰坦尼克号撞入冰山之前，前方有一些船已经给他发了无线电信号，告诉说前面这一带有冰山，要多加小心。结果正好船上的无线电报出现了故障，没有接收到信号，等修完了也就错过了接收电报。而且还有一种原因，这个船身被撞了个大口子，跟船上镶嵌的铆钉有一定的关系。后来有人从大西洋海底层取出过泰坦尼克号上的一些残骸，其中就发现了铆钉的质量不过关，里面有些许的杂质，在面对巨大的撞击下，铆钉可能直接就断了。随后根据深入研究，这些铆钉在同一方向会增加强度，而在反方向则会削弱强度，也就是说，这些铆钉并不适合搭载在船上。 There were over 3 million of these rivets that held the Titanic together. Now, the way that they made rivets back then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way that we made rivets today. Back then, they had lots of impurities, lots of junk in it, and lots of junk in a rivet actually made...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泰坦尼克号是由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凑到一块形成的。如今，距离泰坦尼克号沉没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人们对它都始终充满着好奇，以至于有很多人想看一看它的真容。那么为什么不把海底残骸打捞上来呢？葬身海底的除了有鲜活的生命外，还有很多奇珍异宝。因为大多数的乘客都是有名的富豪和贵族，所以当亲朋好友得知噩耗后，都想试着组织一些人员来打捞，并找回他们的尸体和宝物，但这些人却都以失败告终。根据专家描述到，想要在黑暗和寒冷的海底把它打捞上来，绝对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泰坦尼克号足足重达5.2万吨，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泰坦尼克号已经在海水中沉没了100多年，并且经受了海水的腐蚀。如今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已经变得非常脆弱，曾经铁质的船体已经被腐蚀得面目全非。如果此时强行被打捞上来的话，那么会变成一团粉末。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潜入大西洋之后，找到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并且通过高清的摄像头拍摄了泰坦尼克号的现状。泰坦尼克号在海水的包裹下不停地腐蚀，而且它的周围也会有涡流，同时在将近4000多米的海底下面，气温极低。而且泰坦尼克号是由于撞到冰山之后，导致船体变为2截，
再加上船体本身的重量和深度、光线、水压，就算拥有再高端的科技，成功的几率也非常的小。对于泰坦尼克号来讲，它留在海底的意义比打捞上来的意义更大，因为留在海底可以让它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有的状态，并且也会尽可能的延长它的寿命。而大西洋的海底3700米的某一处，有一艘巨轮在海底沉睡着，这无疑是给每一代人深深的启示。虽然泰坦尼克号可能无法重见天日，但经过多次的深海调查研究，科学家打捞起了大约几千件物品，还把它们展览在博物馆里。泰坦尼克号反映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强大自信心，它的沉没也同样向人类展示了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以及命运的不可预测。就算以现如今的人类和科技，在面对自然灾害下也不值一提。